们今天主要想聊的就是那个德国的那几个军官，他们在那儿商量炸那个克里米亚大桥这个事情，然后被披露出来、被泄露出来这件事情。好，再一次欢迎德国知识上我的节目哈，谢谢大家给我，谢谢大家，谢谢谢那谢大家。个小郑、小明给我这个机会。想问你，主要是问你就是这个就是关于德国的这几个军官他们在开会，然后就这个会议的内容被泄露了出来，对吧？这个录音被泄露出来，是 RT 泄露出来的。我想知道德国那个媒体是怎么报道这件事情，前前后后你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哎呦，你说的这个，我刚看了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啊！我心里想啊，这德国这军官、高级军官怎么能那么粗心呢？对不对？所以在全国真的德国，我看各大媒体这放在头条啊，成了爆炸性的新闻。因为呢，这个对德国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啊。好像他上个月2月19号就被监听到了。现在我真的不明白，就是到底是俄罗斯监听的，还是美国 CIA，然后呢偷偷交给那个俄罗斯那边呢？网上也有不同的解读，对不对？还有人说是就是英国的第6军情处等等了，就是说被监是吗？听的对因为他这里头，所以我就想说，你先说吧，你先说那个德国媒体是怎么报道这件事情，就是你说的，就是说是挺大的重大的一件事情，对吧？对德国来说真的是非常重大，他们用了那个一个非常危险的词，就"超级灾难"这个词。它一个那个很典型的德语词叫 Super-GAU，我不知道那个有没有相对的英文啊。这个德文词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了，一个名词，就是表示呢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已经发生了一样。所以呢，这件事情从德语的那个媒体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来说说吧，就是我认为啊，就是我看见这个新闻之后，首先我是不太相信啊。我就想啊，德国作为一个2战的战败国，为什么现在那么咄咄逼人，要去炸人家俄罗斯的基础设施，而且这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可以这样说，对吧？它是连接那个克里米亚这个岛以及呢俄罗斯大陆的，你不可能这样随便去炸呀。然后呢，我我就先打断你觉得哈，一下哈，我主要是跟观众们交代一下，就是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说披露出来的是一个会议，是4个德国军官，对不对？他们开会，然后他们开会的那个内容呢被人家录下来了，然后就放出来，他们讨论的就是怎么去炸那个克里米亚大桥，炸完了以后，而且是说能够让人家感觉到是乌克兰炸的，跟德国没有关系，他们讨论的就是这个事情，对不对？就这个，就是说这个啊，对德国大概是披露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对，这个他们的这个电话的内容，是 RT 开始把这个录音给放出来的，然后德国就炸了，是不是这意思是这个意思，对。？OK，其实呢，他们讨论当中是说如何，比如说培训人家那个乌克兰人，让他们到德国来培训，然后呢，由乌克兰人来相当于来把这个任务把它执行下去，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呢，从德国自己本身，我们不要乌克兰人，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德国呢，在德国本土操纵这个导弹怎么样，然后打过哦去，，OK，好像有两种可能性吧。那就是说无哎呀，论如何，就是说让人感觉是德国好像没有参与，因为他们人没有到乌克兰去，是不是啊？是乌克兰人过来到德国培训，或者是他遥控，对。对吧？是这个意思对吧对，是这个意？OK 思，对。OK，但是我发现呢，德语媒体它的本身它重点弄错了，它德语重点呢是注重在那个被窃听这件事情，而不嗯，是注重在军官们讨论是如何去炸人家的那个俄罗斯基础对对对设施。我觉得这对是更严重的，对不对？对对，因为而且他德国其如果真实它已经有被窃听的那个历史啊，你看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还有其他高官就被窃听了，对不对？对对对。对，就说这件事情的意义，就是说，然后呢，如果它没有被披露出来，如果真的这么发生了，然后如果俄罗斯发现是德国人干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比较严重了，对不对？就是说，会不会就俄罗对呀，这性斯会质特别宣战了，严重，对吧？是不对呀，是这个意思？相当于直接跟俄罗斯宣战了，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呢，我看到这的时候，我真的被大吃一惊啊，因为这是嗯德国的国运啊，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严重的啊。嗯嗯有件事情呢，我想到几点，
一个是呢，德语他们媒体呢本身就是避重就轻，对吧？他是刚才说了，就是把那个重点放在被监听这件事情上。其实在这里我认为有双标的啊，被美国监听没事，对不对？但是对俄罗斯监听就有事了。当时我记得啊，默克尔被监听的时候，人家美国当时应该是还奥巴马执政的时候，对不对？对对对，奥巴马就是轻描淡写的 "I'm sorry"，然后德国这边呢就没有没事儿，继续报道了，嗯嗯，也没有追责，所以这点让我特别小看德国。然后呢，碰到俄罗斯了，你看全国他们的媒体都在大规模那个批那个俄罗斯怎么样，所以呢，就是他们认为这里是俄罗斯窃听的，他们是这么认为，德国媒他们认体是这么认为。为是俄罗斯窃听的，对，他们 OK，德语媒体是这样认为，嗯哼，否但是则说，那个今日俄罗斯他怎么有这样的素材？他们肯定是啊，就像当时那个纳瓦尼死的时候，他西方媒体包括德国媒体一开始就说一定是普京干的，对不对？没有任何证据，他就是怀疑啊，然后就变成事实了。好，我们回到这件事情啊，嗯嗯就是他们那个4个空军的高级军官开网络会议啊，他们在网络会议，所以呢，等一下我就说到这一点。一个嗯是我觉得哈，这件事情就德国是2战的战败国，然后呢，现在又那么多的逼人主动好像要跟俄罗斯干仗一样，那就说明可能德国本身他们的基因里面也许有种邪恶的本质在里面啊。然后第二个，刚才说了，就德语媒体呢，它是注重被窃听这件事情，而不是呢讨论，比如说你作为战败国有什么资格对俄罗斯发动战争呢？对不对？据说按照国际法，你是战败国，如果你主动发动战争，那人家那个战胜国可以灭国的。嗯嗯嗯，然后第三点，我认为啊，德国军官他们这种高级军官保密意识非常淡薄。你看网络会议，然后呢，可能没有什么保护措施，然后就被人家监听了，所以这种风险意识特别的薄弱。所以呢，德语媒体说要号召今后呢，要培训高级军官他们这种安全意识。这培训本身就应该具备的那个最基本的这个那个知识，对不对？然后第四点，我觉得啊，就从这个那么容易被监听，你看以前这个默克尔的手机被监听了，现在德国这个网络会议又被监听了，就表明德国这 IT 技术，我认为啊特别落后，特别落后，对不对？如果是那么先进的话，就不可能被监听啊。好，在这里我就想到了一个网上的梗啊，就是有不少网友说，你看你就是不用那个华为手机，造成了被监听了，对吧？如果华为手机你们都用的话，肯定不会监听。有道理，我觉得说的有道理。然后第五点，我觉得哈，也与我原来讲到第一点，就邪恶的本质啊，我觉得可能是整个欧洲文化的一个基因在里面吧。这是一种好战的文化，我觉得对不对？对，你看，从过去，反正从建国以来吧，从中国建国以来，我们了解的西方好像都是这样的，特别是过去这三四十年，到处发动战争，这种好战文化，我觉得特别不好。像我们中国人啊，肯定是劝架，对不对？你们俩打架了，那我作为第三者，我肯定劝架，对吧？但是德国人他们不同，或者是西方人不同，他们不是劝架，而是火上浇油。我给你送武器，然后你继续打吧，叫乌克兰人，对不对？对那么到底谁获得好处呢？那肯定是地大的那个国家呀，对呀，对，就是西方是国家那个头子啊，那个黑社会老大呀，对不对？所以呢，从这个啊，我认为特别严重，就是如果是俄罗斯那个桥，就是克里米亚大桥，真的某天被炸了啊，又被炸了，那么俄罗斯当然第一怀疑，那是不是你德国干的，对不对？嗯然后呢，他就可以采取任何他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那也许你德国被吃那个蘑菇云也不一定啊，都有这样的可能啊。你看嗯人家有个好的例子，日本被吃了2个核弹，然后就老老实实了。那嗯如果俄罗斯认为我也给你2颗核弹，然后你德国对我俄罗斯也老老实实了，也有这样的考量啊。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危险啊，对德国来说。这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那就真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那开始了啊。所就以我昨天的节目我说了啊，就是我们在德国的华人，我觉得真的要注意这个事态的发展。
因为谁也说不清这事态今后怎么发展，对吧？我认为嗯，啊，现在从这局势来看，越来越严重，反正对。我是挺担心的。我也觉得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跟前面的马克宏可能马克龙也有一点关系，就是说马克龙不是说那个他们是开了大概一个星期以前，可能是6天以前吧，开了一个会议，在巴黎开了个会议，那个会议上呢，马克龙就说了，不排除那个派地面部队的这个可能。他当时说的时候就大家就已经吓了一跳了，对不对啦？就说对，是什么意思啊？你北约要亲自下战场了，下这个意思了。后来而且他说完了以后，马上很多人就说，哎呀，他是开玩笑了。别的很多国家说我们不准备了，什么什么，包括舒尔茨也说了不准备。可是后来他自己又跑出来说，我不是随便胡说的，我是认真的，对不对？他说了这个话以后，然后舒尔茨后来还说过那个其实你们这个你嘴上说是准备要派兵，其实你们已经在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了，有法国有英国的有人已经在那儿了，对不对？舒尔茨说这个话以后，英国特别生气，说这是属于好像机密哈，这是属于战争方面的机密，你怎么就随便就说出来了？反正英国很生气，那我相信法国也很生气了。然后就发生这个事情，就这个泄露出来了。泄露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德国你也跑不了，你也有在参加这件事情。所以有的人说是，有人怀疑说是英国把这个就是他的那个第6军情局，他去窃听给他放出来的。还有人说是法国的那个窃听等等了，就是说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动机吧，要把这件事情放出来。就是这么回事吧，前前后后，反正挺复杂的，我觉得。但是总体给人感觉哈，就是好像这事情事态有点越来越往那个不就是要往上升的这个意思，对不对？我就想到了，是不是现在欧洲这些国家这些官员啊，是不是在配合美国，然后不让这个俄乌两个国家坐下来谈，然后使局势要更加升级，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因为拜登还是不想让这个仗就这么打完了，对不对？上一次那对啊，个俄罗斯的那个艾迪耶夫卡，他把他打下来以后，不是就是好像就给人感觉这事情快要结束了，这个已经对吧？好像有点大势已去的意思了。但是明显的美国呢是不愿意让他停下来，反正拜登在他11月份选举之前他是不愿意，因为太明显的是乌克兰输了的话，这个对他选情一定是很不利的。而且我现在发现呢，那个北约呢，可能也确实不愿意，因为太明显的乌克兰失败了的话，对北约也是重大的一个重挫呀，对不对啦？他们花了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力气上去，最后是就是最后乌克兰被彻底的打败的话，也是重挫，所以其实两边都不是特别愿意他停下来。那这种事情呢，你要么就是要升级，要么就是停下来，很难说就保持在，因为俄罗斯不可能说我就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俄罗斯想要快点结束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就比较，就是说俄罗斯想继续乘胜追击把这件事情给做了的话，那边就是觉得乌克兰这边钱，美国这边钱拿不到，那该怎么办呢？对不对？是不是有这个，就是说就是你说的，他们想要升级，就是这个原因就在里头，你说是不是？而且现在就是美国要求，你看北约的欧洲国家，各个国家给他们摊派任务，你们先帮那个乌克兰，然后等美国过段时间，可能如果能通过这600亿美元的那个援乌法案，然后呢，美国才，我认为啊，目前就是他要求这个欧洲国家先上，对不对？就军援方面啊，反正这对，因为局势他还要继续下去吧，应该对呀，是。因为他拿不出，现在他拿不出那个军援嘛，就美国那就是你说那600亿。另外呢，这对，件事情哈，舒尔茨跟那个马克龙好像关系不太好，对不对？德国媒体有没有报道？他们两个人关系其实不是很好。就是舒尔茨其实对于法国是不太满意的，因为德国资助的要比法国要多很多。多得多，好像我看到对对是不是啊？德国我看到对。一个数字是一百177，八，一百一百八十亿。八十亿，对，OK，法国好像只有6亿，6亿，嘿对吧？嘿嘿，对30啊，倍啊，对啊，那就差的太多了，是不是啊？所以可嗯嗯，能从舒尔茨来讲，就说你法国，而且法国好像还趁机卖一些军火，还赚钱，趁机还赚钱，是吧？法国自己已经对，说了要转向那个战争经济什么的，那么你就能感觉出来这个舒尔茨很火了，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说，那你那个你为什么整天就是在那瞎嚷嚷还赚钱？你为什么不拿点钱出来？假不假事还搞个什么巴黎的会议，讨论什么这个那个的，你先拿点东西出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好像
这个仗现在打的不太容易的，就是说对于北约来讲，他们自己内部都很多的矛盾，对不对？他这些都那经不起的。对对，各有各的而且现在想法。对，而且现在我觉得就是可能为了配合美国吧，所以现在就是各个国家可能都在拱火，我认为否则为什么突然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开会讨论怎么炸人家俄罗斯，本来这种想法就不应该有，有的不应该有，你还说讨论呢，对不对？这太危险了。就他们的军方在那儿讨论这件事情，对吧？就是说想，嗯。这确实是有这个计划了，对吧？就是这是明显的。但你讨论可以你不能开网络会议你可以4个人在一个屋子里面亲自到场在里面讨论对不对？他用的那个会议软件是 Webex，然后 是吗？人家都给他挖出来说他用的是 Webex，说那个这2天那个 Webex 那个股票大概要跌了。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如果是真的俄罗斯那个监听的话，不仅仅美国、英国肯定都一直在监听对不对？对呀，不止一个对呀，国家，对，有可能大家都在监听，也有可能就是不。但他用那个 Webex 可能是确实太不安全了，对吧？这军事会议应该我觉得 Webex 就是普通的，就是像 Zoom 这样，对不对啦？就我们这种会议了。是不是？反正这个事情呢，就变成了世界很大的笑柄了。现在这也是比较严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比较危险对，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啦？就是是的，是的，所以还有一种说法，也有人认为是不是德国内部的人把它泄露出来的，就是说他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对吧？他不愿意嗯。德国人真的去炸这个克里米先把亚。风声放出去对对，也有这种可能，都有可能，你知道吧？对对，是吧？这也有道理对对呀，对呀，所以就说我就说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目的，要把这个事情给它泄露出来，对不对？嗯所以嗯，总之现在就是泄露出来了，现在就是我就想听听你就是说德国那边到底是怎么说的这件事情。那看来反正你们那边德国讨论的不是说这件事情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而是说他怎么会被窃听出来？对对，它的主要重点是放在为什么德国现在又被窃听了？为什么俄罗斯窃听德国那么邪恶，窃嗯听我们？其实嗯，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窃听是正常的事情，对吧？对呀就要对呀，看是叫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谁的那个本事更大了，对吧？对难道这些都不窃听中国？绝对是每时每刻每秒都在监听对啊！对，这应该是家这常便是说明德饭的事情。国的 IT 技术落后嘛？对，完了也不重视，看来他们也不重视这件事情，对吧？其实我觉得那个上一次德国总理被监听的那个时候，默克尔被监听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怎么也应该稍微好好查一查，就是防范一下，是不是啊？应该有些措施怎么样？毕竟自己的总理哎，是不是啊？嗯。所以哎，我觉得还是因为这技术不到位吧。你看，除了英国之外，其他欧洲大陆这边国家，好像 IT 技术没有都不太一个好。国家好的，因为最强的肯定是你们美国那边了，对吧？这 IT 方面，全世界的人才都跑到美国去，美国呢，可能窃听是技术挺好的，但是并不说明它的 对，IT 很好，它的 IT 也整天出问题的，真的是。是吗？你就说你就说很简单的，你去餐馆什么订什么交个钱，我昨天去个餐馆交钱，等了好长时间，就是它一共就放了4个屏幕，3个都不能用，嗯，就是你要交钱嘛，没有，对不对？这不挺简单的一件事情，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3个被切断了，就没法跟他的那个信用卡那个公司连上，那个线连不上了。他说，所以大家就排队，就付钱，就付了半天，就怎么回事？你说这是不是应该听上去是挺基本、挺简单的 IT 的事情，对吧？是啊，就是反正美国吧，他可能钱都用在军事上哈，他那种窃听什么可能挺厉害的，但是我觉得他 IT 未必好，就是生活里头的那种 IT，我没觉得他 IT 好像特别先进，就是很简单哎，的付钱就经常出问题小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啊。你问是你觉得这个仗还会打下去，对不对？你觉得俄罗斯想把那个乌克兰全部收复过去吗？如果他有这个能力的话，我觉得应该有能力吧。我现在我是这么看的哈，我本来呢觉得说他如果看地图的话哈，他应该是把他的东部全拿掉，他不是有一个叫 Dnieper River 嘛，就是那有一条河，对对对对那对，边东部都是对俄罗斯比较友好的，嗯那就把那边都收掉，还有加上沿海的一部分。
你知道吧？然那个叫后呢，第聂伯河吧，那条你河对吧？中文对，是吧？中文对的，英文叫 Nipple River，对，蒂涅嗯，伯河，对你说的对。那然后呢，除了这儿以外呢，他不是普京还说了好几次说，你波兰呐、匈牙利呀、罗马尼亚呀，曾经我们那个有抢夺过你的一些土地，他那个嗯，意思哈，他没有明确的说，但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想拿你就拿回去，反正大家的理解都是这个意思，就是把乌克兰瓜分了，哎，对，这样子的话，乌克兰也不能全部瓜分，还剩一点但是那不就很小了吗？变成内陆国了啊。变成一个内陆国，因为它还可以一直把它那个沿海那一块全部弄掉，除了那个对，尼泊尔，奥德萨这边，对对对对对对，，Odessa 嗯，那片对对，把它全弄掉，它弄掉了，然对对，后乌克兰就变成一个内陆国，然后剩下还有一部分又被这个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三罗个马尼亚，国家有，对，对对，这三个国家都可以拿掉一些，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样的话，不就最终就是变成乌克兰不就很小？我本来呢觉得好像是给我的感觉是这样。但是呢，现在呢又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人呢，就说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现在马上就赶紧过来把 Odessa 一口气拿下来就完了，这件事情就做完了。为什么他又不这么做？又不是说哗一下冲着乘追击嘛，对不对？上次那个 FDFK 那块地方弄完了以后，他为什么又不？所以又有人说呢，说有可能他现在普京自己都没有最后决定好，到底是不是就干脆把整个乌克兰拿过来？普京自己可能都没决定好。可能如果是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可能拿过来更好。对呀，对呀，是这么回事儿啊。嗯，而且那个关键的问题是一方面，为什么北约的人想要进入乌克兰，就是他们进去当然不会是跑到东部去跟俄罗斯去打仗的，他们进入乌克兰是到乌克兰的中部有一些能源和那个宝藏，对不对啦？就是去看那些有矿采啊什么那些地方，他们先把这些地方先把它抓住，对不对？他进去是为了抓这个地方。那从这个俄罗斯来讲，这也是个问题，因为你最后打完了以后，北约的人最后甭管他是来为了矿产还是为了什么，他人就是进驻了你乌克兰的话，你最终你不是跟他打仗的本身的目的不就是不愿意北约的人进来嘛，对不对？进到你乌克兰，结果他最后还是进来了，这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就像你说的，如果要是为了不夜长梦多的话，可能还是就是把整个乌克兰收过去。但是乌克兰整个收过去呢，这个国家也大，完了它也确实有里头就是西部的那些人确实挺反俄罗斯的，经常搞一些恐怖活动啊什么之类的，也会比较棘手。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们人数虽然可能不多，但是天天在那给你搞事儿的话，也会比较棘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普京还没有最后决定，我觉得他可能还在衡量这件事情，就是说到底是只拿东部，还是把东部加海岸 Odessa 这一块全部拿过去，还是说整个乌克兰？是不是？我觉得他是不是就这几种可能？但是我觉得普京他可以铁腕统治啊。你看原来那个车臣共和国不是挺乱的吗？现在不是对呀、挺好的，打了一次之对，后，对吧？然我后对，认为应该普京有这个手腕。哦，对，那天那个爆料出来被监听啊，里面还有个细节，与你前面说到在巴黎开会的时候那个是一样的，就是那4个空军的军官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在那个乌克兰有美国的，还有英国的他们的军人在那个前线了，他又提那就是到一次，等于他们也就证实舒尔茨说的是对的了，对吧？就是对，说，是，就是也就是说，北约已经有人在乌克兰境反正内了。德语媒体又提到一次了，我看，OK，对而呀、且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对对呀、所以就看俄罗斯怎么反应这个事情了呀，对吧？俄罗斯肯定也知道。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英法如果都说啊是怎么回事，我们确实是这么做了，那某种程度就是宣战了呀。对不对啦？嗯，是不是啊？那俄罗斯对。如果对吧？那如果说大家都不提这事儿，就这么哈什就给他弄过去了，就好像有的没的就都不提了，那就又混过去一次。我觉得就是又混过去一次。但是这个问题早晚还是要提出来的，就是到底你们北约有在干嘛，在乌克兰在干嘛？现在明显的是他们是有在人在那儿，那么到底是帮着这个乌克兰在干嘛？对不对？如果说真的是伤害到，比如说比较严重的，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往这个俄罗斯内部在搞一些恐怖活动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搞得多了的话，那真的把普京给弄急了的话，这事情就真的挺难说的了，是不是？这比较严重就在这儿。前几天德语媒体也报道了，就是普京又一次特别特别严肃的说，
就是关于核武器使用的问题了，对对，就是核威胁，他又用了一次。对，对那如呀，就是说，果是中国那个成语叫什么"无谓言之不预也"，对不对？普京已对对对。经又说了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德国人啊或是欧洲人再不小心的话，我真的特别特别担心，这真的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本身我也是德国公民啊，如果是真的吃了一颗核弹怎么办？当然，他可能首先是打到那个首都柏林，我觉得哈。嗯，我在6个城市可能是第二波打击。你觉得他会先上来就拿德国开刀吗？现在也有很多人讨论哈，就是中文媒体、英文媒体，我因为看了很多嘛，所以我才想问问你，因为各种各样的猜测了，我也就是说不清啊。但是你看，除了美国之外，那个最积极援助乌克兰就德国了。对，但是他然有没后又加上你有必要？看这个军官在讨论怎么炸那个克里米尔大桥。是啊，所以我是相信这个不仅仅普京了，我相信俄罗斯政府的人都挺火的了，我相信肯定是这么回事了。所以那他如对，又果要是加上有历史的原因啊。二战你对，看俄罗斯死了多少人，那个苏联对吧？才把嗯，德国打下来，哦，才把那个纳粹把他打败。打败，对啊。这个但世仇，我觉得也有个原因在里面吧。是啊，对，这是，但是总的来讲，如果真的上来就拿下德国的话，我觉得好像美国完全不反应，好像不太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对付一个小国，就是这也都是网上的一些人的猜测了哈，就说拿出一个小国来，先杀鸡儆猴一下，有没有这那哪个种可能？小国啊？乌克兰自己啊？啊不，我不还乌克兰他是兄弟，那个他如果扔原子弹的话，会对他自己以后统治乌克兰会有问题。我不认为他会对乌克兰小国那就是什么瑞典这种了。他刚刚加入北约。加入的。其实我觉得在那个叫什么 Baltic 那个海域附波罗近的的海叫波波罗的罗的海，海域附中文近那几个国家，我觉得都有可能。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对那吧？三个，那三个，像立陶而且现在宛这种上蹿下跳的跳得很，挺厉害，对不对，对？跳得很厉害，就立陶宛这种。立陶宛不是在那说要把俄罗斯那块飞地要把它打，加里加里宁格勒宁格勒。要把它对。拿过去，对不对？立陶宛有在说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他们发疯了哈，他要是真不敢知天高这么做，地厚，对啊。对呀，他要这么做，但那他肯定是那个第一个被俄罗斯给铲掉的，肯定就是杀鸡给猴，他就是那只鸡了，肯定就是这么回事了。然后我觉得哈，我认为他没有这么大胆子，我觉得他就是嘴上说说，但你也说不准的。这些小国一下子好像进了北约以后，就都一个个的都横得不得了。你看那个是。爱沙尼亚去把二战的时候苏联人的那些军人死在那儿的那坟都给刨了，把他们那些骨头拿出来，我觉得这种羞辱性的事情，俄罗斯一定很生气的呀，对不对啦？这口气，我认为俄罗斯绝对不肯，所以爱沙尼亚也是一个候选人。我觉得爱沙尼亚、立陶宛都是一个候选人。相对来讲，拉脱尼亚好像老实一点。然后就是你说的其他的什么刚加入的，一个是芬兰，一个是瑞典。可是我觉得哈，最有可能的还是挪威，因为挪威就有炸北溪管道，对不对？他把北溪管道炸了，他是跟美国一块儿，但是俄罗斯肯定不会先拿美国，美国肯定是最后的了，对不对啦？他要先就是杀鸡给猴看，那他就可以对付挪威嘛，对不对？他可以而且就是我就我补啊，你说，充点可以吗？因为我怕啊，你说，忘记。挪威还有能源呢，对吧？如果对呀，把挪威打了，对啊。对呀，就是这么回事啊。他他甚至可以先就是他，我相信他有证据的啦，对不对？他拿出证据来就给挪威看了，你说怎么？就是说他如果打挪威的话，他是说得过去的，对不对？你无缘无故你把人家的北溪这么重要的这个基础设施给人家炸了，当时那个 Cyprus 的那篇文章里头，他说到的时候，他说他们在那商量的时候，沙利文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这么做基本上就是在宣战。那可见他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了。那好了，那美国你宣战不宣战，反正俄罗斯肯定是不会去碰你美国的，至少现在不会。但是有什么人说他不可以碰挪威啊？对不对？他就说我是觉得他如果比如说先扔一颗原子弹在挪威的话，他说得过去的。你炸了我的北溪管道，我炸你奥斯陆啊，我炸你首都啊，谁让你炸我的北溪管道的？对不对？从法律上是说得过去的。你这种去把人家北溪管道炸了，这就是一种宣战的行为，连沙利文自己都是这么说的，你想想看，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
我认为这件事情哈，我觉得俄罗斯一定不会放过挪威的。我觉得挪威太傻了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惹了一个大祸。所以如果我是普京，我真的要杀鸡给猴看的话，我会第一个考虑到的是挪威，对不对？当然了，立陶有道理。宛如果去敢嗯，碰那个敢碰俄罗斯的国土，那是另一回事情。但我觉得立陶宛他不敢。所以除了立陶宛以外，我就觉得挪威是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杀鸡给猴看，就是在他动德国之前，我认为他有可能先动的是不是啊？你说是不是？非常有道理。对吧？反正我觉得欧洲现在真的不消停啊，怎么办？对呀，我也觉得是，就是就这件事情，就是德国的这个电话这个被窃听的这件事情哈，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很难得的是，中文媒体、英文媒体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我相信德国肯定嗯，也是炸了锅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大对对，家都注意到了。其实从马克龙开始说要准备地面部队，这时候大家就开始注意了。然后接着就是这个，他们俩人来回嗯，又吵了几次以后，然后就是这件事情就爆炸出来了。他这件事情主要是一个是他告诉你们大家，法国和英国已经有人在乌克兰境内，对不对？舒尔茨有说，然后现在这个谈话里头等于又是证明了。然后就是德国也在计划着要去炸这个克里米亚大桥，所以呢就是一级一级的升级呀，对不对啦？就主要是这个问题，所以确实是我觉得比较紧张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啊，还是拭目以待。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对，好吧，嗯，那行，那我们就好，这个事情先聊到这儿，我们以后多保持联系吧，因为好像这个事情 好，说不准，好吧？那行，谢谢你啊。好，好，我们也谢谢先到这里，大家。好，谢谢啊，谢谢大家，好，拜好，拜拜。拜。